够强，别害怕，挑战自我极限，化悲愤为力量。我眺望桃花林，在迷雾中绽放。我听见梦多少年又一梦忧伤，情绪在释放，随风扬起芬芳，多穿天地曙光。快醒来，冰与火的血脉，旧的姿态，尽管自由盛开。也被爱压过了所有困难阻碍，终于才明白，我的未来只有我主宰。沙爷爷，您就是鬼厨神吗？自从隐居之后，我就自行封印了这柄刀，但今天为了你，就特别破例子吧。一道好的菜肴，不仅能让人心灵满足，更能打开人的五感，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。没想到一道菜，居然能让感官有如此巨大的提升。魔法，孩子，你是魔法师，火系魔法师。魔法，孩子，你是魔法师，火系魔法师。不，我不是的。这道菜竟然让我不由自主催动出了火魔法。魔法师，一位魔法师就这么正巧来到了桃花林，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。终于，你无法想象我等了多久。沙爷爷，火系魔法阵。沙爷爷，我也会在寻找魔法师。难道他知道冰神塔在找我？但我这条命也是渣爷爷救回来的。这段时间若不是他愿意收留我，我到现在还无处可去。好好向渣爷爷问个明白吧。年冰，渣爷爷，我不是要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但是您为什么要寻找魔法师呢？年冰，你听过魔法入厨吗？魔法入厨？难道是用魔法做菜吗？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无法利用魔法做菜。这么久以来，心底一直有个愿望，那就是找一位魔法师当传人。传人？渣爷爷，难道您希望我跟您学厨？你愿意吗？您不问我为什么隐藏魔法师的身份吗？我一个老人家隐居在这偏远的树林，难道会介意你的过去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会选择相信你。念冰，做我徒弟吧。可是，我从没想过学厨，我只想成为最强大的魔法师。若不是如此，又怎么帮爸爸妈妈报仇？绝不能让冰神塔逍遥法外。你想变强，是为了替父母报仇吧？爷爷很同情你遭遇的悲剧，但记着那些痛苦的回忆，又能帮助你什么？不如留在这跟我学厨，忘掉那些伤痛，不是更好吗？有件东西，我想给你看一看。我有办法消除你的记忆，这是我当年用明彩真味八修换来的魔法卷轴。原本打算用在自己身上，但我可以把它让给你。卷轴里封藏着高等催眠术，它可以清除你的记忆，帮你忘掉那些悲痛的经历。你现在没有实力打败那些土匪，
不如忘记一切，专心学厨。利用这段时间精进你的魔法，等到你的魔法力足够强大，催眠术就会自动解开，那时再报仇才有胜算。赵爷爷，您说的对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确实做不了什么。但是我也不愿意忘记自己的过去，快乐和痛苦都是我宝贵的记忆，我不想逃避，也不想忘记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您一直没用这卷轴，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吧？张爷爷，谢谢您的一片好心。学厨的事，可以让我再想想吗？你说的对，好与不好的记忆都一样珍贵。我不该对你提出这种建议。学厨的事，也不想勉强你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就先好好休息吧。谢谢张爷爷一片心意。修炼魔法没有捷径，只有透过冥想，不断与魔法元素交流，才能在体内积累魔法力。吃过了扎爷爷做的桃花肉片，身体对魔法元素的感受仿佛更上一层楼。一道菜竟能让人有这么强烈的感受，这就是扎爷爷说的体验。火元素，原来周围有这么多火元素魔法可以调用。冰、火、风、土、空间、光明、黑暗，是7种不同的魔法元素。通过各种感受的累积，就能逐步打开五感，身体对其他魔法元素的感知也更加敏锐了。10年炼杵，10年悟杵。也许魔法与厨艺结合，会有出乎意料的提升。扎爷爷，念兵，好久没砍柴了。这阵子所有粗活都让你干了，我寻思偶尔还是要活动活动筋骨啊。扎爷爷，虽然只吃了您一道菜，但我却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感受，甚至对魔法也有了新的领悟。我知道自己小看了厨艺，如果您还愿意，请收我为徒，让我跟着您学习吧，师傅。师傅，我终于有徒弟了！我这一身绝学总算有传人了。终于想通了吗？既然决定了，就不能轻易反悔啊。不过当我徒弟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先让我看看你的魔法能力达到了什么程度吧。热情的火元素啊，请凝聚成炙热的锋芒，焚烧眼前的障碍与罪恶吧。火刀术！这小子年纪轻轻，魔法力却已超过初级魔法师，天赋过人呐。你平常就是用这把火刀帮我砍柴，不会把桃花林全烧了吧？不是的，师傅，火刀术会把柴都烧坏，我用的是冰刃术。冰刃，伟大的冰元素啊，请凝聚成锋利的巨刃，展开世间的束缚和枷锁。冰刃术！你小子居然是双系魔法师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啊！我天生拥有冰火2种体质，但冰系魔法才刚刚觉醒，而且冰火2种魔法不能同时使用。那不成问题。火魔法是魔法入厨的基础，冰魔法对做菜更是大有帮助。就算无法同时使用，只要会这2种魔法，
就足以做出千变万化的菜肴。决定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带你做菜。要知道，学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就像魔法师和武士，需要常年的锻炼，才能提升等级。厨师的修行过程，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，甚至更艰难。从今天起，你要从基础练起，专心看我的每一个步骤。像正阳刀这种稀世绝品，没有几年的修为，不可能驾驭得了。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碰它。遵命，师傅。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，要先掌握3大技艺：刀工、调味、火候，缺一不可。有了扎实的基础，再加上对各种食材的特性了若指掌，才能分辨出每道菜肴的细微差异，从中学习，不断的累积经验，直到你成为顶级厨师，就能运用厨艺开拓感官的极限。尤其是习武之人，对极品菜肴的感受更是强烈。凭借各自的悟性，有人甚至能获得全新的力量。而这一切都要先将基本功扎扎实实的练好。我现在带你做的这道明艳鱼羹就是最好的示范。鱼丝要细长而不断，靠的是刀工；羹汤要咸鲜酸辣，靠的是调味；肉质要鲜嫩滑润，靠的是火候。刀工和调味无法一蹴而就，日后再带你慢慢磨练。这次就先让你试试运用魔法控制火候。来吧，用火魔法加热。是。照着我的指示做。热情的火元素啊，燃烧吧！明艳鱼羹是最重视火候的一道菜。明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烈火让鱼肉急剧受热，使鱼肉收缩，保留精华。但难处在于，一旦沸腾，肉质就会迅速老化，温度不够，羹汤又无法入味，所以必须在沸腾的瞬间迅速收火冷却。反复操作，让鱼肉保持鲜嫩，同时吸收羹汤的精华。保持这个火势，慢慢升温。收火，冷却。伟大的冰元素，激动！可以了，加热。火元素，冷却。冰元素，不行，太冷了，快加热。火，很好，很好。把火再烧得更旺一些。火焰术，这就是魔法入厨的精髓。为什么冰火魔法相互冲突？精神力无法驾驭体内2种不同的能量。念兵！都怪我太心急了。虽然这孩子天赋极高，还同时拥有双系魔法，但冰火魔法会相互冲突，修炼过于躁进，后果或许不堪设想。
月女神之石、火焰神之石，是这2颗宝石让我的魔法力暴增吗？魔法力增加的太快，身体却无法继续维持2种元素的平衡。父亲说过，没有人能同时拥有冰与火2种极端的魔法。现在我能做的，也只有尽力压制。暂时控制住了。既然这么晚了，扎爷爷，莫非是冰神塔的追兵？关注冰火魔厨官方账号，获取更多动画资讯，一起前往仰光大陆，探索魔法入厨的巅峰。天空中白云亲吻的阳光，海鸟在拍打着的巨浪，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谁都不曾遗忘。路上的过往放在我心上，曾经那么的年少轻狂，现在不应该再去伪装。我总是太坚强，却让我迷失了方向。我来完成那小小的梦。有一个忘不了的地方，不容易找得到方向。我们沿着路上去找当初的模样。有一个忘不了的地方，那里美好尽情绽放，无尽微光被点亮。原来你一直在我身旁。半夜溜进别人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会2种魔法。你是冰神塔派来的吧？冰神塔就这么想杀我吗？谁要杀你啊？是你先偷了我的东西。白天在厨房闻到的香气，果然不简单。如果这算是我第一次下厨，那你就是我的第1位客人了。那你可要永远记得哦。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总会遇见的。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。